你好，今天我们讲挖矿。通过前一个单元，我们已经知道了利用公钥密码解决交易数字化问题。那么，货币数字化问题就还剩下记账去中心化问题没有解决。数字货币运行在一个 P2P 的网络中，所有用户都是这个网络中的节点，地位都是均等的，人人都可以创建、发送和转发交易信息，因此会有很多交易信息在这个网络中流转。可是没有中心节点，该由谁来把交易信息记录下来呢？这个问题暂且放下，我们稍后再考虑。假如有一个好心人，他自愿把所有收到的合法交易都记录下来，形成一个账本，并向全网公开。可是其他用户凭什么相信他记录的账目没有被他篡改过呢？比如，他会不会把自己曾经转出的一笔交易从账本上删除呢？还记得有什么密码学工具是用来保护消息没有被篡改的吗？对，就是哈希函数。这个好心人为了自证清白，就在账本的最后附上账本的哈希值，并向全网公开。这样一来，其他用户就可以通过检查账本的哈希值和记账人公开的哈希值是否一致，来检查他是否篡改了账本。你肯定已经想到了，这个记账人他又不是傻子，他如果要篡改账本，肯定会连同哈希值一起改掉，所以这种方案不足以自证清白。记账人于是又想出了一种新的方案，那就是把账本分成若干块，分别计算每一块的哈希值，并将这个哈希值记录在下一个区块中。如此一来，这些块就连接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区块链。记账人的言下之意是，我只要篡改任何一笔交易，那么它所在的区块的哈希值就会改变，就会和下一个区块中所记录的哈希值不一致，而下一个区块的哈希值我肯定没有改过，因为如果改过的话，这个区块的哈希值又会和下一个区块中的哈希值不一致。记账人这么有诚意，我们差一点就可以真的相信他了。在区块链之前，篡改交易只需要重新计算一次哈希值，而在区块链中，篡改交易会引起连锁反应。如果这个交易所在的区块之后有10个区块，那么就需要重新计算11次哈希值。可是毕竟哈希函数有一个特性是运算高效，重新计算11次哈希值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很快就可以完成。其实到这里，你或许已经察觉到什么了。我们之所以会怀疑记账人，是因为计算哈希值太容易了。计算哈希值容易，改账就容易。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计算哈希值变得难呢？其实，由于密码学哈希函数具有抗碰撞性，所以每计算一个消息的哈希值，就像是扔一个骰子。只不过这个骰子是有很多很多面的。例如 SHA-256， 它的哈希值长度是256位，所以计算一个消息的哈希值就像是扔一个2的256次幂个面的骰子。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集体给记账人出一个难题，比如要求所有区块的哈希值都必须小于2的156次幂，否则账本就不合法。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哈希值的前100位都必须是0。可是一个区块的哈希值完全是由这个区块里记录的交易信息所决定的，哪有那么巧就是小于2的156次幂呢？这不是让记账人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为了不无理取闹，我们允许记账人在每个区块记录的交易信息之外，额外加入一条数据，这条数据的名字叫 nonce。 这样一来，记账人就可以通过填入恰当 nonce 值，让区块的哈希值合法。可是这样的 nonce 值上哪儿去找呢？由于密码学哈希函数具有单向性，所以记账人只有随机的尝试不同的 nonce 值来撞运气，才可能让区块的哈希值达到合法的要求。按照我们刚才提出来的难题的要求，平均情况下需要尝试2的99次幂次才能找到这样的 nonce 值，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这样一来，记账人如果再要篡改某一笔交易，
就会导致交易所在的区块哈希值不合法，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工作量为这个区块重新找一个恰当的 nonce 值。不仅如此，它还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需要为此后的所有区块都重新找一个恰当的 nonce 值，而这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只要记账人在记录每个区块时都能解决我们提出的难题，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相信他的账本是没有被篡改过的。在这种机制下，记账人付出了巨大的工作量来向我们证明他的账本没有被篡改，所以这种机制就叫做工作量证明，简称 POW。 计算 nonce 值并创建区块的过程被称为挖矿。做这件事的人，也就是记账人，被称为矿工。我们上面分析了这么多，都是建立在有个好心人自愿记账的假设基础之下的。可是记个账还要付出巨大的工作量，谁会愿意付出这么多的计算资源来无偿奉献呢？所以几乎每一种区块链都会设计一种奖励机制，谁来记账就给谁奖励。比如在比特币中，成功挖矿的矿工会获得一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这些奖励的比特币从哪儿来呢？有2个来源，一是无中生有。什么是无中生有呢？其实这就是比特币的发币机制。矿工每创建一个区块，都可以在这个区块中额外记录一笔转出账户为空，转入账户为自己账户，转账金额为50个比特币的交易。如此一来，比特币体系中就多了50个比特币流通。可是随着区块链的增长，流通的比特币不就会越来越多吗？这不会通货膨胀吗？中本聪也考虑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的设计中，每增长21万个区块，奖励就会减半。如此一来，比特币的总量就会固定在2100万个。第2个奖励的来源是交易的手续费。有的用户在创建转账交易时，愿意额外付出一些交易费，他会故意让转出金额和转入金额不相等，差额就是手续费。而矿工在记录下一个区块时，就会优先记录那些有交易费的交易，来打包成区块。我们通过对账本完整性保护问题的探索，不经意的就已经了解了什么是区块链、nonce、工作量证明和挖矿。我们还了解了如何通过发币和交易手续费来激励矿工记账，而这些巧妙的机制都离不开密码学哈希函数的运算高效、单向性和抗碰撞性特性。这下你应该明白什么是工作量证明，什么是挖矿了吧？可是你肯定还会冒出好多问题。既然记账有奖励，就可能会有很多人一起抢着记账。奖励该给谁呢？他们记的账本会不会不一样呢？下节课我们继续为你讲述。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